3D。 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。工厂族是去年元旦发布的，到现在已经快1年了。工厂的整体质量怎么样呢？它是一个有2个7级兵的前期快攻派系，它是一个花活多费脑子的派系，同时也是无论任何时候都很缺金币的派系。玩工厂无论怎么玩，你总是很缺钱，就像UP主做视频无论怎么更新都是很缺硬币呀。尽管工厂存在一些小问题，但是他们整体的英雄阵容还是丝毫不丢分，并且其中也没有烂大街的鹰眼特还有神秘特，可以说所有英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于是大家就能看到一个精心设计的万能费。第16名地雷特维多利亚。本来这个地雷出场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塔楼的护城河，伤害也并不是很高，地雷的加强应该是加强数量而不是伤害。如果你工厂的护城河是地雷的话，这也就认了。要想玩一下维多利亚的话，还得换一身衣服去塔楼。去塔楼守城的话怎么样呢？说实话不怎么样，我专门测试过，维多利亚级别低的话看不出地雷有什么差距，级别高了你也就不需要塔楼这个地雷了。如果到此为止的话，当一个娱乐英雄还是好的，但是维多利亚非常喜欢学习的开局带个学习能力，真的是没出息东西啊，万能费。第15名维多利亚的好丈夫弗洛里伯特。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急救术即使是在加强之后，它也依然不是一个神技，顶多就是从之前的一口恶臭的屎变成了一口不臭的屎。但是你不可否认，弗洛里伯特是游戏里面最强的急救特，那3个开局带的智慧，而他带的是防御。玩工厂你速出杀虫，然后和要塞那样配着帐篷开荒的话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这里再讲一个工厂笑话，弗洛里伯特救治的伤员大部分都是被他老婆研发的地雷炸的，然而事实情况就是地雷炸不死人，帐篷救不活人。第14名穿山甲特塞莱斯廷。她是要塞城麦林德的妹妹，加入工厂之后，由于祖传的驯兽天赋，工厂人发现球鱼除了可以吃之外还可以上战场。首先球鱼呢并不是非常的肉，因为铁人在上面俯视着它，4条腿的，跑得也很慢，对于工厂族来说就是个凑数的。像这种凑数兵种的兵种特排名一般不会很高，并且塞莱斯廷开局的技能也不是很好，人家老家是要塞，开局带个驯鹿很合理吧。当然这个英雄整体上没有什么槽点，他的定位和他的特长一样，在工厂里面也是凑数的。工厂其实非常像要塞，他们的英雄平均数值都很高，但是顶尖神将非常的少，骷髅王还有大脸这种咱就不说了，哪怕是艾瓦西斯、捷大炮这种放在任何派系都能火出圈的英雄，这对于工厂来说非常的缺乏。平均分高，但是尖子生少，吃亏的就是莫顿这种英雄。尽管他开局是初级炮术加弹道术还有3点的攻击，人工厂是玩快攻的，有个弹道术那还是可以的。你地狱和塔楼前期什么能力你不知道吗？你们那2个开局带弹道术的和莫顿能比吗？如果说莫顿很强的话，他的高光时刻就是作为电脑出现，毕竟这个弹道术你玩家用不是神技，电脑用那是妥妥的神中神。莫顿能够排到第13名，纯粹就是工厂平均分过高，个人实力方面是一个妥妥的中游英雄，毕竟作为一个3攻的弩车特，含金量还是很高的。UP主在读研之前对莫顿这种头发没有任何感觉，现在真的是担心某一天我的头发也变成这样。好在我们这里有海力生家的蛋白粉，有时候身体会给出一些委婉的小提醒，比如说我最近发现自己的头发更稀疏了，指甲也越长越慢，这是身体在告诉你，哥们儿该补充蛋白质了。很多人会问，蛋白质不是撸铁的人才要吃吗？其实咱们普通人一样要补充，长期缺蛋白质坏处多多，尤其是免疫防线更容易垮，特别是到了30岁左右，你就会发现体质变差，感冒好得非常慢。其实高中生物课早就说过，抗体和免疫细胞都是由蛋白质构成，就像城堡得有城墙和守卫，身体也得有充足的蛋白质才能抵抗外来入侵。所以不少专家都反复强调要多吃蛋白质，尤其推荐蛋白粉。什么？你说吃点肉就行？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，成年人每天至少应该吃60克，而世卫组织更狠，直接每公斤体重1.16克。就比如你70公斤，相当于每天要吃13个鸡蛋，这不得吃到吐啊！而要是吃蛋白粉，每天3勺就搞定，省时又高效。要吃还得挑好货，买蛋白粉我可吃过不少亏。老实说，还没有哪款像海力生蛋白粉这么全面。首先，它是100%纯乳清蛋白，光这一点就能秒杀一堆掺杂酪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产品了。为啥？因为乳清蛋白利用率高啊，吃100克，人体能利用92克，而大豆蛋白只能利用61克。
不止这些，乳清蛋白内含有全部9种人体必需氨基酸，是六边形战士，而植物蛋白的氨基酸总是会缺胳膊少腿。真心建议买之前先瞧瞧配料表，大豆蛋白排第一的就别考虑了。更高能的是海力生蛋白粉额外增加了40%的水解乳清蛋白，身体可以直接吸收，就像笔记本有了独显，效果更上一层楼。Nice。打开罐子，满满的蛋白粉，冲泡后散发出淡淡的奶香。我最爱搭配酸奶和水果，好吃又好看。喝了大半年，我体检的蛋白指标全部都正常了，感冒再也没有找上门。很多人可能担心蛋白粉会伤肾，其实中国营养学会已经辟谣了，适量补充完全没有问题。海力生是一家有着70年历史的老药企了，拥有800平米的检测中心，1500平米的实验室，他们家的蛋白粉还专供医院，病人都能吃，咱们用肯定放心。需要的兄弟们赶紧领取专属优惠券，平时店铺里卖238，现在买一罐只要189。为了健康不用迟疑。这位更是重量级，背景里面他是毫无疑问的斜眼之父。至于地下城的艾杰特，他只是改进了斜眼和独眼。阿加尔在前作叫做阿加，和山德鲁一样都是大名鼎鼎的存在。得益于杀虫那尴尬的速度，阿加的特长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本来10速，他带队的话11速。绿龙表示都提速干什么呀？来个10速的和我一块玩呀！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一个法师职业，他是一个兵种特的话，就像你给耿健将安排他的特长是连锁闪电那么违和。工厂的英雄平均分非常的高，像阿加这种质量也找不到任何槽点，但是在工厂依然10名开外，在众多的兵种特豪杰里面根本排不上号。开局的魔法又是好巧不巧的是个关帝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作为一个英雄，他开局的技能没有偏，拿个及格分往上完全没有问题。第11名薇诺娜，工厂和壁垒一样，前期非常依赖于剑术，同样的到了后期，这两个派系都不再需要这个技能。远程兵查无此人属于是。城堡那期由于把大脸加进去了，凑16个，所以说侦察特比阿特里斯我没有讲，这些侦察特都是给 PVP 准备的。PVE 的话，你买出来当一个副将，用起来也很顺手。工厂的薇诺娜要比比阿特里斯厉害，因为他除了当侦察兵之外，人家开局还有个剑术，用来带兵还是没问题的。地狱城的卡尔表示，这个妹妹我见过。当然，游戏里面有3大侦察特，港口城的那位是遥遥领先，咱们等以后的港口视频详细介绍。第10名伊恩斯威斯，他和薇诺娜一样，也是一个副将。工厂非常的缺钱，即使是有银行，他也是非常的缺。2个7级兵就不说了，蜘蛛卖的非常贵，杀虫卖的也不便宜，枪手性价比更是直逼小怪物。伊恩斯威斯只是带了一个理财术就能排到第10名，要是罗达哈特来的话，那高低得上前面那桌。他能排到第10，完全是因为开局有个理财术，和他的特长没有什么大的关系。毕竟虚弱无力用的最多的不是玩家，而是龙营，并且工厂4系魔法里面第1大是火系，第2大是土系。如果你真的想玩虚弱无力的话，那就拿个要塞选个麦林德。第9名杂技演员拉斯蒙特，为什么叫他杂技演员呢？因为他特长的是狂暴，可以看出地狱真的是害人不浅。拉斯蒙特还有港口的埃瓦西斯，设计师怕你开局用不了技能，还给贴心的加了个智力。拉斯蒙特这个英雄说实话就是图一乐。工厂是能玩狂暴毛暴龙的，因为毛暴龙本来有1回合的无敌，你再给他套个孤注一掷，基本上输出高过大天使那是轻轻松松。但是呢，毛暴龙是个7级兵，拉斯蒙特的特长加成非常的少。除了毛暴龙之外，前期开荒你也可以给半身人套上，敌人如果是近战兵的话，你保护好半身人还是没有生命危险。但是这所谓的1回合高输出和埃瓦西斯完全没得比。毛暴龙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是演杂技的，排到第9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这个杂技有的时候还真的很好看，至少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合格的主将。如果说城堡里面小威只是一个弩手提供器，欧灵才是真正的射手特的话，那么在工厂里面真正的半身人特还得是坦克雷德。当你选择半身人特汉雷埃塔首发的时候，酒馆里面恰好有个坦克，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换将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半身人特开局没有剑术，特长的加成也远远没有开局带个终极剑术那么简单粗暴。什么？你告诉我他是一个枪手特？不好意思，咱们枪手别的不敢说，输出那是真的有保证。坦克雷德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枪手查无此人之前让他发挥最大的输出。他比杀虫特强的地方在于工厂本来1级兵就是个远程，选个坦克开荒的话效果非常显著。如果工厂就枪手这1个远程兵的话，坦克高低得排在阿加下面。第7名闪电特奇夫，人称小锁爷。奇夫和马尔克斯一样，都属于那种强度肯定不是顶尖，但是让他当主将的话会非常舒服。
闪电开局带个魔力，你还说你不是小锁爷。和萨利尔的小剑不同，闪电你是真的得用很久。他如果去地下的话，我都考虑让地马退位，让他排第5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他在工厂。有了萨利尔珠玉在前，工厂族在刚问世的时候，玩家就对祈福的评价非常准确。这是一个好将，但是离神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很多时候，玩家喜欢一个英雄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强，而是用着很顺手。祈福就是 UP 主最喜欢的工厂法师英雄。第6名，金比特·伯特伦。单论强度，他肯定不如祈福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2个人不在工厂的话，你放在别的派系，肯定也是祈福在前面。但是无奈工厂很缺钱呀。作为一个金比特，伯特伦的质量甚至超过埃尔尼。伯特伦不仅有学术，而且开局还带着魔法神剑。我承认你小锁爷开荒很厉害，我伯特伦也不是吃干饭的。但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个金比特，在一个派系如果能进前5的话，那他至少得是格兰登那种水平。地狱的奥格塔维亚表示不好意思，我第3。第5名，机械师特萨姆。他和据点的狼奇特一样，狼奇特咋玩他就可以咋玩，并且机械师的生命值是14，比狼奇肉的多，配合战术还能轻松的串2个目标，4舍5入也就相当于双击了。很多玩家就属于那种我知道他很强，但是不等于我喜欢用。萨姆其实是一个上限非常高的英雄，机械师在工厂的地位要远超狼奇在据点的地位，同时和狼奇相比，他的容错率也要高不少。进攻加战术也是一个战士职业开局的最佳配置之一。毛暴龙的排名从来不是定死的，我说第几他就第几。如果你玩游戏就是图一乐，你和毛暴龙一样，或者说你玩据点你就不喜欢用狼骑，你开荒还是喜欢用远程兵，这样的话萨姆和祈福的排名就可以反过来。现在来看的话，人家用狼骑开荒纯粹是因为据点的半兽人是个没出息东西啊，万能废。你工厂的半兽人那么强，再用工程师去开荒，我看没必要。大多数玩家包括 UP 主在内不喜欢萨姆开荒，那是情有可原的。关于外交术的英雄，说实话没什么好排的。野怪能加入，他就是当之无愧的神将，排第1。野怪都不投降，或者说像深渊号角那样，你花原本的价钱只能投降一半，这样的话这个外交术就没有用了。可以说这些外交术英雄要么神将，要么没有用。区别在于阿德拉还有赛瑞，即使是外交术没有用，人家光凭自己的特长都是一个好将。而梅尔基奥尔和老树就不同了，没有了外交术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他虽然是个外交特，但是他只降低投降的费用，并且根据 UP 主的测试，这个投降费用并不可以降到0块，最多能够降到原价的 5%。这也就是说，你带20个大天使投降的话，即使外交特已经超过了20级，你投降的话还是要交5000金币。之前的阿达拉没有外交，他也很强，这样的话还能排一下。而梅尔基奥尔要么神将，要么万能废，真实实力在第1和第2桌之间反复横跳。第3名，半身人特汉利埃塔。一直有朋友好奇，为什么塔楼没有丢丢特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丢丢非常的多，而且还能升级变成远程兵。尽管汉利埃塔开局是领导加幸运，但是半身人的数量实在太多。深渊号角已经预见到了不平衡之处，把半身人的初始数量改得很少。如果是塔楼有这样的英雄的话，人家开局丢丢就能上100个，骷髅王见了都得站着敬酒。汉利埃塔也和布朗一样，他就是送兵的。咱就举个简单例子，假如你玩曹玄，你选他当主将，开局骗了俩，还给你硬塞一个外交术，怎么后期决战呀？怎么打呀？所以说汉利埃塔就注定了是一个前期英雄。视频前面已经说了，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倚仗半身人去开荒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汉利埃塔首发，然后酒馆里面出现一个坦克雷德。像这种远程兵特，如果开局没有一个剑术的话，真要开荒还是不如换一个开局有剑术的英雄。但是如果你前期没有找好合适的将领，拿汉利埃塔先开着其实也很爽。对于他来说，开局的部队就是最大的资本。尽管汉利埃塔很强，但是一眼看上去他就不如另外的一个英雄，他就是第2名托德。开局有战术的法师都是好法师，托德不仅开局带着战术，人家还带着4级兵。布朗一看手里的蜥蜴，瞬间就不香了。开局带的机械蜘蛛本来就有8速，在他的特长加持之下9速，优势地形再加1速就是10速。托德还有个战术，直接就能1回合下底。机械蜘蛛最少3个，最多5个，很显然还是考虑过平衡的，不像布朗一样4个到7个。尽管机械蜘蛛在没有升级之前没有不受反击，伤害也很低，但是作为免费的兵来说，就不要挑挑拣拣了。蜘蛛是工厂的第2大核心，托德开局的兵多，技能数好，
完完全全的六边形战士。照理说在工厂里面排第一都没有问题，前提是如果没有杜里的话。杜里全游戏里面目前为止最强的防御特，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六边形战士。论开荒，人家本来有3攻，还加个进攻术。论后期就更加不必多说了，人家是个钢板特。要说缺点呢，他和耿健将一样学不到水系，除此之外那就浑身是宝，浑身都是优点。这是 UP 主工厂最喜欢的战士英雄。那么工厂的排名就排完了，工厂的英雄平均分都很高，但是真能火出圈的就杜里一个。整体的英雄阵容方面能够和要塞摆摆手腕，和地下比那是没戏的。如果给每个派系的英雄阵容进行一个排名的话，工厂能拿到中上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